我这什么声音？吵不吵？挺吵。本来想简简单单水一期 vlog 的这个装宽带的视频啊，就没想到就正儿八经录了一段这种还得坐在镜头前面正儿八经聊的这么一个视频啊。是这样的，最近呢因为搬家，所以呢就要装宽带嘛。简单介绍一下，温哥华呢正常就是2家宽带运营商，一个是 Telus， 一个是 Shaw。那这个 Telus 呢，就是我正常之前用的那个500兆光纤上下行对等啊，速度非常好，也很满意。所以我搬家之前我就直接上 Telus 网站输入我现在新家这个地址啊，结果一查发现我这个小区 Telus 只有 ADSL， 就应该是这个公寓呢线路比较老旧，光纤没有进来，所以只能走电话线，速度就是50兆和150兆，那这个速度就根本没法用嘛。所以呢，我就又去少的网站查了一下，发现少的网站上可以有250兆、500兆、1000兆和1500兆的选择。其实我在安装少之前呢，我根本不是很了解它的这个宽带的模式，我以为它也是光纤嘛。结果其实我现在才知道，它其实就是那个 cable internet， 就是走的那个跟电视有线电视走的是一个网。这里面还有一个也不算坑嘛，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点啊，就是我去少的网站上查，它的价格呢就是比较贵，就正常的一个报价。然后我又去了这个少他们的门店去咨询了一下，结果价格呢就是会比网站上给的价格要低。我有一个朋友呢，正好认识一个少的这个 sales，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然后他结果给我的价格呢，应该是就是比门店的还要再便宜一点，就是加上一些优惠啊什么的。一般这种优惠呢，都是会给到新用户的。如果一般是2年合同，他们2年之后呢，你要么就是换一家公司，或者是换一个人名再重新申请。一般如果你是老用户，它反而就价格就会涨上去了。对。然后选择了这个宽带之后呢，我就开始安装嘛。正常安装呢，那天约了时间，然后师傅上门啊，师傅是一个这个西人的这个女士啊，岁数是中年的，就还挺佩服的。我跟她聊天，她说他们少呢，一共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女的技师，结果最后呢，就是现在目前只剩下2个人啊，然后就是扯点别的。然后装的时候，其实我有跟他提，因为我看他的设备嘛，然后我说我的 sales 有跟我说过，说这个给的是最新的 XV8，然后我还问他当时就是笑了一下说那个我们还有2个选择的设备，然后但是怎么着，其实然后我后来我还拍了视频，我要回头看，但那个视频我其实没听清楚他当时说的是什么。I have no idea. There's 2 others other than this one. It's a stock issue right now, though. OK. So. 对，当然我也没在意，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新设备和老设备能有什么差别呢？对啊，装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跟着大姐学了一些这个知识啊，就是因为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种 cable 的方式，她在屋里面一顿找线，因为这个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视线，她测了一些信号，有些信号不是很好。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个屋子的主线进户线，然后他还吐槽当时为什么上一任这个布线就很奇怪啊，就乱七八糟的。对，他反正给我装好了之后当时又重新开了一个新的面板啊，因为他原来那个面板是个大的面板，他在旁边重新开了一个，就装好了之后我就正常用嘛。我觉得先测了一下速度，我觉得速度是没问题的，速度是比较正常，就是它的延迟会比光纤高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又不打游戏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正常的浏览和上传，其实也还 OK。然后就是当我在晚上上网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是你会觉得总是，那旁边有一个高频的一个东西一直嗡嗡响。我一开始以为是隔壁厨房的那个冰箱压缩机，那个冰箱的压缩机在起机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声音的，就是我在这个客厅用电脑是能听到的。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个就是另外的，然后是另外的一个声音。后来我就发现到是这个 modem 的声音。试一下这个声音，我关了路由器是什么样啊？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上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确实还有挺多人吐槽的。对，就是说这个声音设备会，一是连接不稳定，二就是会这个有这个噪音。
然后就是很多人也是觉得受不了。对，那对于我来说，是因为之前在国内用过的这些光猫设备什么的，没有说有这种主动散热安风扇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cable 的这个网络它的要求的这个功率比较高，所以它会装这个主动散热的风扇还是怎么着，所以当时我就想，那这个肯定不能忍啊，因为我对这个噪音还是比较敏感的这个问题，对吧？你像我自己现在这个用的这个 MacBook Pro 16寸的，平时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的就是浏览的，一般低负载情况下是没有风扇的，就还挺安静，除非这个做这种视频导出啊，长时间视频导出，这个风扇才会起转。所以呢，我就看解决方法，我搜了一下呢，网上解决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一，选择视而不见，对吧？就有些人对声音也不敏感，所以无所谓，然后把它放在一个角落啊。有些人就是住大 house 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basement， 放在地下室，还有就是放在弱电箱，对吧？当然也可以。还有呢，就是说打电话要求这个更换设备，有些人呢就是说更换就是设备就很痛快就给更换了，然后换了新的设备 XP7 或者 XP8。还有一些人呢打电话去要求更换设备，人家说你这个设备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啊，这个噪音不属于这个问题范畴，所以就不给换啊，然后就没办法。但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有些人有的选，就一怒之下又换到 Telas， 对，但是我就没办法了，我也肯定换不了 Telas ADSL， 所以我就决定打电话去试一下。所以呢，第二天一早我就大概在8点半左右就打电话过去了，然后呢是一个印度小哥接的我的电话啊，态度非常好。然后呢，让我简单的描述一下问题，我就说这个我的这个 modem 声音非常大啊。他说他呢就是例行的做一些检测，比如说让你把这个线断了，然后拔下来再插上。然后我说我照他是做了嘛，做了之后我说这个问题依旧。然后我说我昨天晚上就已经试过了，所以我希望能更换设备。他说：“那我呢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需要把你的电话转接到另外一个部门，但是另外那个部门呢是9点上班，所以再过10来分钟之后呢，等他们上班了，我会再给你打过来。对，这样的话我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果然很准时啊，大概在9点05左右，这个印度小哥就 call back， 打回来之后呢，就是他帮我就接到了另外那条线，也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姐，然后我跟她阐明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她说好啊，那我可以给你更换设备。”然后他说你是要你想要 XP8 吗？我说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如果 XP7、XP8 哪个没声音，我就要哪个都可以。他说我也都可以，他说我都可以给你换。我说那我就要 XP8。他说 OK， 这个时候呢，他做法就是他说给我发了一个邮件，首先就是收到一封邮件，就是一个更换设备的邮件，就确认要跟我更换设备，然后紧接着又发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呢就是Canada Post 的一个退货的一个 label 的标签的一个邮件，在这封邮件里就会有一个2维码，然后你可以拿这个2维码去邮局直接打印这个回单，就是到时候寄。但是还有呢，就是说有个链接，你点开之后呢，就是自己来打印这个邮寄的这张单子，这个费用呢是对方付的，也就是少来付的，所以你不需要付费，你只需要拿着设备，然后拿着这张单子，然后把它 drop off 到邮局，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电话打完之后，过了2天之后呢，就是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快递公司小哥上午就把这个新设备送过来了。对，然后我接上之后测了一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很满意啊。这新设备 XP8 呢也是有风扇的，但是它这个风扇呢只是会在起机自检的时候会响。然后平时在我现在目前的负载情况下，都是就连了大概正常家里的10个左右的设备，也没有听见明显的声音，对，还是挺安静的。而且最新的这个设备呢是 WiFi 6E 的，对，虽然我现在也没有 WiFi 6E 的设备啊，但是总归还是比5G 的那个要好。所以这次整个这个宽带的安装，包括这个更换设备这个流程，让我觉得就是，首先你选择宽带，如果你在温华。有的选的话，尽量还是选这个 Telas Fiber， 这个速度还是好不少的，尤其是上下行对等，这个非常爽。如果你要传一些 YouTube 节目啊，或者使用 Google Drive 这个做备份什么的，就是特别好，特别爽。如果说要选择少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设备，就是虽然说你可能对噪音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建议你就是一定要用最新的设备，这样的话你的连接稳定性和速度都会好一些。毕竟这个设备肯定是一代比一代好。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记住这个要折扣，要多问一下这个sales 和这个包括门店啊，来这个进行这些折扣的比较，这样的话还是能给自己省一些钱的。